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聊，在购买换新版 Model 3之前，你有哪些地方要注意的。嗨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胡老板。在我身后呢，就是我的2台 Model 3 Performance。左边这一台呢，就是我身后的是2018年的，就是第一代的 Model 3 Performance。那在右边的那一台呢，就是全新2024年的换新版 Model 3 Performance。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5个在购买换新版的 Model 3之前的注意事项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，第一件事情，大家应该很明显就有注意到说，我的车子的玻璃呢是有贴黑的。明显可以看到前面的颜色跟后面的颜色贴的不太一样，前面浅一点，后面深一点。那在新版上头的其实也是哦。那为什么我会要贴黑呢？主要是因为呢，大家如果有注意到，在购买新车的时候呢，很多的休旅车就 SUV 哦。它的后座玻璃哦，就是这块玻璃呢，其实是已经有黑的。但是在美国呢，购买轿车的时候呢，前后玻璃基本上都没有贴。那尤其是加州，你看今天天气这么好的情况下，大太阳，你若不贴黑的话，基本上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啦。所以呢，基本上在买车之前，你要注意到说，绝大部分的轿车呢，就包括特斯拉在内。轿车的后面的玻璃都没有贴，只有休旅车的，它有本身原厂后面就有玻璃有比较黑。那虽然说很多休旅车可能后头的玻璃虽然是有比较深一点颜色，但是不代表它的抗 UV 就是紫外线，还有抗 IR 就是红外线呢，它们的抗 UV 跟抗 IR 指数其实不一定非常高哦。所以甚至就算你后头玻璃虽然是黑的，可能你也可以考虑去贴一个透明的玻璃贴，去降低 IR 跟 UV 的指数哦。那当然啦，因为 Model 3本来就没有跟的关系，所以呢，非常建议的前后，甚至还有上面的玻璃哦，都要贴比较好。本集由台湾 Gamma 隔热纸以及美国 Tint Zone 赞助播出。再来，我们刚刚讲到玻璃贴嘛，我就给大家看一下遮太阳的遮阳罩。那左边的是新的2024年版本，右边的是2018年的版本哦。大家看似好像它的形状大小一样，其实它还是有差。我们现在把它对叠给大家看一下，大家有没有仔细看到它的旁边的大小？其实是不太一样的，这也就是说，2018年的前面的这一块，上面的就是这一块玻璃呢的大小，其实跟2024年是不一样的哦。换句话说，你如果是有以前的车子的这个遮阳帘的话，很不幸的，你如果买2024年换新版的话，你就得购买新的哦。那我为什么会建议大家还是要买？是因为虽然是说我的车子呢，它的上头玻璃都有贴黑，还有贴隔热纸，但是呢，太阳非常大的时候呢，还是建议大家可以使用它哦。再来呢，大家要注意到的是换新版的 Model 3的后车厢打开后的高度，其实跟我一代的2018年比是有差的。大家明显从这个角度，你就可以看到前面的是2018年车，后面是2024年车。虽然说2024年车是有电动尾门没错，那2018年没有，但是你明显可以看到它的后车厢盖打开了以后呢，这个的高度在这里
这边这个高度明显呢，2018年高很多。那2024年我为什么会注意到这件事情呢？因为其实我已经很不幸的有几次已经撞到头了。那我本身180公分，大家你看到，如果我没有蹲低啊或怎么样，基本上呢绝对一定会 K 到。但是在2018年的车子的话，我就算站得高高直直的，都有一个固定的距离哦。那有些人是说这个是可以调，对，没有错。但是呢，我已经把它这边调到最高了，所以我想，如果是有电动尾门的 Model 3的用户呢，应该也有注意到类似问题哦。那在2024年的车上头，换新版 Model 3上头也不例外。好，再来另外一个东西，大家要注意到的，至今呢，2024年换新版 Model 3呢，它的前车厢呢还是手动的，目前还是没有自动的。像我刚刚已经经过 App 把它打开了，大家可以看到它只是弹起来一点点，还是要手动打开。那当然这个的话，你可以去就是第三方的去做安装，但是我个人呢觉得说，其实说真的也没有必要，除非你今天真的是那个前车厢用的非常多的情况下，不然的话，我觉得电动前车厢可有可无啦，但还是要在这边跟大家讲是，这2024年的这车子还没有自动前车厢，有点讲不过去啦。那在车厢的部分呢，其实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啦。当然之后我记得Model 3是已经有改款，但是在2018年的车子上头，大家可以注意到是它其实是本身有内建就是塑胶带子钩子的。那它的雨刷水的这个就是放的地方是在这里。那在2024年换新版上头呢，其实是雨刷水从之前的在这边嘛，变成在前面了。那其实好像早期好像是2020年那小改款 Model 3的时候就已经把那个带子的钩子拿掉，所以现在在2024年的换新版上头也没有哦。好，那再来另外一个大家要注意的，就是前面的跟后面的轮胎哦。2018年还有之前的 Model 3，其实呢前后轮胎的我们讲的宽度哦是一样的哦。那在轮胎上头，通常你可以找到，我看一下哦，轮胎上头通常你可以找到几个数字，这边大家看到没？这个上头是写235的3520。那在后面的轮胎呢，你也可以找到同样数字，这边235的3520哦。好，但是在换新版的3 Performance 上头呢，这一点我觉得大家要注意，是因为你原本之前你如果车子开久了，你轮胎不是都要做 rotation 吗？以前的版本的话是可以前后调换，现在新版是不可以的哦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它的宽度改变了。好，那从前轮呢，我们这边可以看到，我找一下在这里，大家看到没？不是很清楚，235的3520，但是后轮的大小这边改成275的3020，也就是说轮胎的宽变成275了，那它的比例呢从35变成30哦，所以呢，光是在这一点大家要注意到，第一个呢，换新版的 Model 3 Performance 的轮胎因为前后大小的不同的关系，所以呢轮胎的耗损呢可能会变得比较快。那再来另外一个，它轮胎也会比较贵，因为后轮要275宽度，通常轮胎都比较贵哦。那因为它不能前后对调的关系呢，所以呢相对来说你换轮胎的次数可能会变得比较频繁一点哦。好，再来，始终我还是要吐槽特斯拉的，至今到现在还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掉。好，首先为什么我坐到车子上头，是因为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无线充电板哦。大家都知道特斯拉的新的车子呢，现在都有跟无线充电板，但是它有几个比较讨厌的问题是，第一个你没有办法开关它，所以只要手机放上去就会一直充电。那我觉得这一点不好，是因为是这样子，对手机的电池其实长期来讲是不好的。那第二个是它很容易过热，每次呢我常常放上去呢，手机充电没多久，手机就变得很烫，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我蛮头痛的。那我自己呢是有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，OK， 但是你看到我要加多大的厚度放上去，我才有办法就是把它的无线充电隔开。
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非常厚，我甚至里头还垫了一层塑胶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在这一点呢，我觉得特斯拉应该要改善是，第一个，它应该在中控萤幕里头加一个地方，让你可以开关它，或者呢，就是可能要把它这个过热的问题要解决，不然的话，这个充电板讲难听一点，对我来说有点没有意义，你知道吗？好啦，以上就是几项呢，我觉得大家在买换新版 Model 3之前要特别注意的事情哦。从车的窗户一定要贴隔热纸啊，到车顶上的玻璃大小不一样啊，所以你的那个隔热帘可能也会要改变。到目前呢，轮胎大小的不同，以及充电板的问题，还有后面后车厢车盖打开的大小，我觉得这些地方呢，大家要注意啊。不代表说有这些注意事项呢，车子是不好，只是我觉得大家在购买前呢，要注意到这些点，我想相对来说会让大家比较有一些更好的选择啦。好了，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按下小铃铛，并且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哦。那我是胡老板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左看右看，还是换新版好看。